大家好，我是立福策略的创办人暨执行长，我是林小薇，大家都叫我 V。我现在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公司。我们公司所做的大部分总共有3个项目，一个是舆情的操作，一个是专业人士的策略经济，那再来就是产业的评论媒体。那接着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核心团队，由各种不同的顾问专业人士所组成。所以一刚开始我们是想要打造就是全台湾最具影响力的职人经济首选的团队。因为一刚开始做的是职人经济，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延伸出了一个叫做舆情操作的一个工作项目。那我们专门为一些高度的专业或者是比较敏感的一些行业品牌或者是组织去设计这个议题的操作，然后去运用舆情的这个效果，然后去帮品牌带来一些声量。我们所专注的一些领域的话，大部分都是比较高敏感的产业。举个例来说，大概是烟酒或者是药物。或者是有一些是宗教团体，因为这些产业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很擅长去操作 ESG 还有 DEI 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顶级的一些品牌，然后来帮他们做一些声量的操作。包含中小企业的品牌，还有一些公共的组织，还有专业的职人的经济。那当然，专业的职人经济就包括一些跨领域的一些领袖。再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从大概14岁的时候就开始打工，所以等于是从14岁的时候我就进入了职场。当然中间还是有就是经过一段的就是求学的时间。大概到了大学之后，我没有把大学念完，但是我很早就进入社会去工作，所以我的工作经历非常的丰富，也是验光师，然后也曾经有做去百货公司做精品的销售，那也有做餐饮的服务从内场到外场。那也有到传统的一些传产纺织产业，那到最后才是做目前为止做最多的就叫做媒体的产业跟舆情的操作。因为一刚开始我做的是职人的经济顾问，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舆情的操作从我以前在媒体的一些经验，然后我把它放在这个职人的操作上面，那所以就是可以让为职人就是带来一些比较不同的声量。所以说帮一些敏感性的品牌跟一些企业开始做舆情之后，这个就属于我们比较大众的一个营业项目。在我这么多的这个工作经历之下，就是我们公司算是非常非常擅长去做舆情的。在做每一个舆情的项目的中间，其实作为经济顾问，就是我们传统大家都是经纪人，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内容，然后会十分的繁琐。所以在我接触到敏捷系统的时候，我希望敏捷系统这个工作模式，它可以带给我们经济产业就是有完全不同的走向。所以这次我把这个公司内部的专案称之为经济顾问的作业系统化。那其实这个的专案的目标是因为经济产业实在是因为太多都是以人为本，它并没有商品，所以说策略经济的顾问像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非常的繁琐也非常的繁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同时进行非常多的专案项目，但是因为进行非常多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常常没有办法在时间之内完成，或者是我们只能一个一个专案慢慢的完成。我希望将这些工作的项目，它可以系统化或者是项目化，我们可以运用敏捷的一些逻辑，还有一些原则，然后可以大幅的去改善经济顾问的工作的形态，然后有办法去提升我们所谓的工作的效率。那我把这个专案就是在定的时间，大概是在3个月之内要完成，然后我们需要的成本其实就是我们引进了一套叫做欧度的一个比利时的一个系统。那它其实一直以来它都是用在很多大公司。我后来接触到敏捷系统，我发现这个系统它可以帮助我把敏捷引进进来之后，可以整理非常多工作项目，而且让这些工作项目它是有办法在同时间是持续前进的。所以我们目前参与的团队就是经济部门所有的策略经济顾问，然后还有整合行销的行销团队的同仁，还有我们的媒体部门。那这个专案导入是这样子，就是第一个方式，我是先把工作项目整理出来第一个阶段，所以我把策略经济的所有的工作项目就是条列化。第一个就是分成
策略规划，然后再来就是媒体的操作，还有社群媒体的操作，还有专案的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当这些工作项目我把它专案化的时候，就可以由每一个部门同时的进行。一刚开始一定都是我们经济顾问把这个策略规划出来之后，我们下放给媒体，然后媒体做完之后才可以下放给社群操作，然后到最后社群操作起来以后才会有一个专案的业务去接洽。可是因为这样子的时程，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会非常的是很像就是瀑布式的，就是很像是一个流水线。如果我们前面没有做完的话，就会一直 delay 到后面。后来我把这些全部都先分开，我希望这些部门的人，他们从一刚开始在做策略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是跟我们是同一个时间讨论，同一个时间讨论，我们才可以有办法就是同时进行不同的专案项目的规划。那这样子我就不需要从策略经济部门先去做策略规划，我才有办法丢下去，是所有的人他都是已经去参与到最前面的讨论。那再来就是说这几个方式是我对于参与敏捷的这些团队我的一些原则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工具要一直不断的更新。再来就是对于团队来说，我会提供他们一些学习的环境，然后还有培育的课程，是可以提升一些气势，而且大家也可以比较close 这样子。第三个就是定期的会议，我们每周一定会开会，而且我希望团队就是在每一周的开会都可以提供一些议题的想法。第四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群组，我是希望每一个人他们都会有习惯性的一些回馈，都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对话，然后让大家脑力激荡。最后就是我会尽量以实体的碰面去代替线上，虽然说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线上完成，但是我希望加强一些互动，那提升就是同仁的一些紧密度。所以说在我带领团队的时候，我就是用立福策略，因为我们公司最重视的就是永续的传承，然后把这些产业的文化去传承下去。在我带领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去了解所有团队的人的一些特质，我们所有的经济顾问都非常了解我们底下的人适合做什么样子的位置。那再来就是因为知道他用怎么样子他适合什么样的位置，而且他的特质，我们就会希望在每一次的开会之中可以有更多创新的想法，我也会很常激励他们。那第三个就是我是很擅长把权力下放的一个领导者，因为我们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繁琐，如果一旦不把权力下放的话，我们很多事情专案就没有办法进行。那再来就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我公司团队里面的人，他们都会希望把产业的一些精神把它永续下去，这样子才有办法帮助台湾的产业，就是它在更加的蓬勃，而且它也可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同的部门的 PO 都可以引领这些团队去前进这样子。我把这个工作项目专案化了之后，我现在在工作，或者是我的整个经纪顾问，他们在团队的合作下，其实他们的时数都减得非常多。这样子的下放其实可以增进很多员工，他们会主动的学习，而且他们会很有解决问题的一些意愿，而且这样子每一个跨部门的沟通其实会蛮顺畅。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以前经济产业的人员，不管是做社群的操作，或者是我们策略经济顾问，其实他们的进步都会十分的缓慢，因为每一个都要等我或者是策略顾问去下放命令。但是当我们同时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对专案是有责任感的，所以这些问题它其实就会慢慢的被解决。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把这些项目条列出来，其实也有利于在中间可以明白专案的一些先后顺序，而且甚至是可以挑选出并不需要执行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可以再把这些工作就是简单化。那第四个就是其实公司的向心力它现在变得比较紧密，因为大家的沟通顺畅了，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品牌向心力更高，反而我的公司的正面形象又很加分。所以我对于敏捷导入，然后配合系统导入，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有感的，所以我就跟这一间系统商公合作，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策略联盟，想要去推广这个敏捷。除了引进这个系统，他们可以整理他们后台之外，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产业，利用这个系统的推广，同时我们也可以跟不同的企业讲说，虽然说我们跟一般像传产很需要这种系统化或者是敏捷概念的，就是公司会很不一样。可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带进
完全不同的产业，而且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运作，然后会产生更大的效益。